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拉姆齐为了能够治愈任何癌细胞，将暗物质融入，非但没有成功，还让自己变成了怪物。而危机即将到来，拯救宇宙的办法只有献祭 Barry， 献祭闪电侠。从监视者嘴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 Barry 也懵了。那份关于闪电侠消失的报道， Barry 从逆闪那年就已经看到了，却没想到几年的时光一闪而过，距离自己消失于危机只有几十天。这篇报道现在更像一个催命符，死死压住了 Barry。 若是几年前听说这个消息， Barry 只会觉得荒唐。可话从监视者嘴里说出来后， Barry 居然开始犹豫。想确认病情， Barry 还得亲自去看一看危机的样子。他准备穿越到2019年12月11日，危机发生后的第2天，远程联络着基丁恩，随时应对突发情况。 Barry 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刚刚踏入神速力，即将到达12月11日时，在神速力中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阻挡在了外面。现在他被禁止穿越了。基丁恩称这股力量为反物质。幸运的是，有个男人专门研究这个，地球3的闪电侠杰。老杰已经退休多年，他优先给 Barry 处理了伤口，反物质让他无法快速自愈。杰一直告诉 Barry 不要影响时间，可这次他同意了 Barry， 因为他也在犹豫监视者的话是否值得相信。尤其是这1年来，杰已经检测到了大量反物质的信号，他们遍布多元宇宙，虽然不知其来源，但根据杰的计算，多元宇宙都会陷入危机。仅凭 Barry 的身体根本无法冲破神速力中的反物质，不过他的思想也许可以。杰多年前打造了一台神经超载对撞机，可以让人类的意识如同超光速粒子般穿越时间、穿越空间。使用者必须是极速者，普通人怕这一瞬间灰飞烟灭。接待人琼博士也赶来帮忙，这一下 Barry 的父母二重身都凑齐了，一瞬间 Barry 也缓不过神来。在杰准备的期间， Barry 和妈妈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，可是 Barry 没有说出二重身的身份。杰在钢盔上加入了引导装置，用于激活 Barry 的神经，仪器开始运转，电流划过 Barry 身体。第一幕就是城市灰飞烟灭的景象，所有家人朋友都没能幸免于难。 Barry 不仅看到了12月11日，还看到了几十亿种12月11日，唯有一条成功拯救世人的时间线，那就是 Barry 献祭了自己，从此灰飞烟灭。等 Barry 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过了很久，是妈妈的诗歌唤醒了他。经历了几十亿条时间线的摧残， Barry 的身体需要几天恢复。当他回忆起看到的景象时，流下了眼泪。几十亿种结局，几十亿人死亡，他却无能为力，唯有牺牲自己才有机会。另一边，塞西尔受理一起新案件，年仅20岁的阿莱格纳犯下盗窃车辆罪，作案工具是他的超能力，控制无线电波。自从他13岁起，就经常出入各大派出所。只不过这次盗窃促使司机车祸身亡，在和法官交涉的时间段，塞西尔无意间看向了阿莱格纳。虽然这个孩子很臭屁，但塞西尔还是察觉他是无辜的。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，塞西尔强烈要求保释他，并在第一时间把资料整合给莱瑞斯。虽然从死者身上检测到了无线电波的能量，也和阿莱格纳的超能力相匹配，但塞西尔绝对相信自己的心灵感应。正赶上神探拉尔夫路过，从现场照片一眼就断定死者是在车祸之前就已经灼烧濒死了，而且是重度烧伤。阿莱格纳可没有这种实力。为了寻找新证据，拉尔夫跟艾瑞斯来到了目击者的住处，不过有人捷足先登。等拉尔夫换装冲进去后，发现目击者已经去世，阿莱格纳正在他身旁。姑娘一紧张一害怕，抬手冲着拉尔夫的脸来了一个热浪冲击，胶皮瞬间被烧冒了泡。还是乔及时抓住了阿莱格纳。大伙本以为他的能力仅仅是无线电波，却没想到还能释放热浪，或者说是高温紫外辐射。拉尔夫被烧成了火龙果，需要等待皮肤慢慢恢复。在乔的审问下，阿莱格纳道出了部分信息。他本想告诉目击者自己不是凶手，自己路过只是为了尝试当一次记者，这是他多年的梦想。乔和阿莱格纳其实早有渊源，13岁那年就是乔把他带进了少管所。正想打感情牌的乔还没说完，塞西尔就走了进来，最后给了阿莱格纳一次机会。塞西尔依然认为他是无辜的，然而这个姑娘还是只字不提。塞西尔带着最后一丝期待再次见到了阿莱格纳，他告诉姑娘自己也是个转化人，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无辜的，前提是你相信我，告诉我真相。说起真相来，阿莱格纳都觉得扯淡。当年和他一起锒铛入狱的还有自己的表姐伊斯丽萨，但表姐不是什么好鸟，粒子加速器的爆炸让两人都受到了波及。伊斯丽萨当场暴毙，但死前姐妹俩纹上了相同的图案，这也是阿莱格纳被目击者咬定的证据。不就意味着伊斯丽萨还活着吗？塞西尔第一时间联络了拉尔夫，从少管所档案里翻阅到了伊斯丽萨的记录。当初伊斯丽萨被神秘转移到了别的地方，同一时间杰把受伤的 Barry 转移回了地球1，交给艾瑞斯照看。
看见琼博士的时候，艾瑞斯忍不住说：“你真的好像白瑞的妈妈。”送走了杰夫妇，艾瑞斯开始照顾白瑞。说着说着，白瑞再次流下了眼泪，亲眼见证了亲朋好友死了几十亿次，即便是白瑞也难以接受。他已经决定停止奔跑，静等危机到来。艾瑞斯一赌气离开了房间。不久后，乔赶了过来，本来是想和艾瑞斯交涉阿莱格纳的事儿，只看到一个萎靡不振的白瑞，问起什么情况的时候，白瑞再次复述起了几十亿种危机的事儿。说着说着，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。乔也跟他讲了个故事，起初自己是个小片警，巡逻时遇到了一起扰民案件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子弹贴着乔的头皮划过，年轻的乔一下子就懵了，一直趴在地上等着支援。这种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感受让他极其害怕。乔掏出警徽告诉白瑞，因为这个警徽，我顶着巨大压力继续巡逻，因为这是力量的象征。就像闪电侠，没有人会选择死亡，除非我们必须牺牲。与此同时，塞西尔这边话没说完，这边灯光一暗，整个警局漆黑一片。真正的凶手伊斯利萨操控着电波杀了进来，塞西尔偷偷转移了阿莱格纳。刚赶回来的乔掏枪就是一顿扫射。拉尔夫·海瑞斯第一时间联系了白瑞，言简意赅地解释了所有事儿。白瑞起身前去支援。伊斯利萨此时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只想杀死自己的表妹。白瑞及时赶到，带走了他们，可他的速度很难甩开紫外线的传播速度，这可是光速的存在。倒在地上的白瑞看到了警局巨大的警徽，想起了乔说过的话，也许从现在开始，白瑞就要做出牺牲了。顶着紫外线巨大的高温，白瑞冲向了伊斯利萨，虽然身体被烧糊了，但伊斯利萨也被绳之以法。在其之前，冰霜杀手已经开启了新生活，艺术家是他其中一个外号。看着大家欢声笑语的，白瑞也选择隐瞒危机的真相。塞西尔这边表现极佳，受到了顶头上司乔的一顿夸赞。其实乔的突然袭来也帮了大忙。塞西尔一下子顿悟了，他决定自己只做一名普通的检察官，拯救不了城市。如果他当一名转化人辩护律师，这样既能挖出真相，还有可能拉拢善良的转化人。乔也非常赞同这个主意，塞西尔直接把无罪释放的阿莱格纳推荐给艾瑞斯，这样也满足了孩子当记者的梦想。而白瑞这边，杰夫妇特意来看了看他恢复的怎么样，见白瑞喜笑颜开，两人离开了地球仪。琼博士作为白瑞妈妈的二童身，无意间给了白瑞一点希望。白瑞也决定不放弃，但如果天要亡他义不容辞选择牺牲。接下来就是好好享受最后当闪电侠的时光。另一边，拉姆齐再次找到黑市购买暗物质，对方坐地起价，拉姆齐想讨价还价，掏枪准备崩了这个不知好歹的玩意儿。拉姆齐突然一抬手，黑色粘稠物瞬间让对方暴毙。拉姆齐直接把他带回实验室当做实验对象，死者的血液还没分析完，床上的尸体就突然诈尸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